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山进大师的翻转苹果蛋糕。这个甜品原型是法国的翻转苹果塔，它传统的样子是煮一个焦糖苹果，在上边放上一个酥脆的塔皮，再翻转过来。小山进大师把它做了一个改良，焦糖苹果上面放上香草巴伐露，再扣上一片海绵蛋糕，这样它的口感就变得更丰富了。刚一看到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肯定特别好吃，然后我粗略的看了一下做法，操作上不是很难，所以就做一下试试。你们看看有没有兴趣也尝试一下。这个蛋糕配方是6寸的，先要提前烤出来一个6寸海绵蛋糕，我是图省事儿做了一个6寸戚风。戚风和海绵的食谱我之前都发过了，可以到我主页里搜索一下往期的食谱。先把7克盐和500克水混合均匀，这个是泡苹果用的，防止苹果氧化变色。这第一步我就学到了，没想到盐水也可以防止水果氧化。然后要准备2个苹果，应该是用2个红皮的苹果，但是我没买到，正好看到旁边有红皮的李子，我就买了2个回来。大师的做法是把水果的味道全部体现出来了，没有一点点的浪费，你们往后看啊。苹果去皮去核以后，给它放在盐水里浸泡。我觉得做甜品放在盐水里浸泡这招挺好的，它能给这个苹果增加点咸味，这样做好的甜品就不至于太甜。削下来的皮还有核都放在锅里，还有那2个李子皮我也放进去了。李子我给吃了，妈呀，老酸了，把我牙都酸倒了。再倒入水，先用中大火煮，煮到水的颜色变成红色了，然后就把它过滤出来。在水里边再加糖，再放到火上，用中大火给它熬煮成焦糖。原配方应该是用60克糖，我放了50克糖。煮的时候时不时的晃动一下锅子，让锅里的温度受热均匀。煮到这种焦糖色了，再倒入20克热水，防止焦化过度。一定要戴上点手套，因为容易溅出来。然后就可以离火了。看我这个颜色还比较正吧，千万不要给它熬得太过，要不然会发苦的。然后倒在模具里，但是不要全部倒进去，留一半或者留1/3。我这一不小心差点全都倒进去了。模具应该是用一个6寸的圆形固底模具，我没有，翻了半天翻到一个这样的固底模具，我就用它了。本来想用6寸戚风的，纠结了半天，怕焦糖流出去，没敢用。苹果从盐水里拿出来，给它切成厚片，然后摆在模具里。这苹果泡在盐水里，真的是一点颜色都没变，真好。先放一半的苹果，然后再撒一些糖，再放上12克无盐黄油。原配方是35克黄砂糖，17克白糖，我就一共放了30克白糖。黄油切成小丁儿，分散放在上面，然后再把剩下一半的苹果都摆进去。2个苹果你看着多，等烤完以后就没多少了。然后再把锅里剩下的焦糖给倒上来，这个时候焦糖肯定是已经凝固了的，要用小火再重新加热一下，加热到它有流动感了，然后再倒上来，再把剩下的糖倒上来，然后再放上15克的咸黄油。我们家没有咸黄油，我就在无盐黄油上面撒了一些海盐。稍微磕腾2下，然后放到烤箱里去烤，180度烤2个小时。我知道你们一定很想吐槽要烤那么久，我也想吐槽，做之前我没有好好看食谱，要知道烤2个小时那么久，我就不做了。大师说1个半小时以后检查一下水位并调整状况，看了一下我这水还挺多的，然后又烤了半小时。最后2个小时以后就是这样的状态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还要不要再烤，我一想那就先这样吧，要是失败了就给你们做个参考。然后就给它晾到不烫手了，就放到冰箱里去，让它赶快降温。现在就可以做香草巴伐露了。蛋黄加糖拌匀，原配方应该是14克糖，我减了半。牛奶、奶油、香草籽拌匀，应该是用1/6的香草荚，把籽和皮儿都放进来，我就挤了一点香草膏，给它加热到快要沸腾了，然后倒在蛋黄里拌匀。再倒回到小锅里。要用特别小的火熬，给它熬到稍微有一点浓稠，实在不行你就隔热水熬，反正千万不要给它熬成蛋花汤。这个量不大，我熬的还挺快的，大概就2-3分钟就好了。
我就熬到这样，搅拌的时候能看到纹路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浓稠就可以了。然后离火，放入泡软的吉利丁片，原配方是1.9克，我就放了2克。搅拌到吉利丁融化，放在一旁让它晾凉。着急的话就放到冰箱里去。淡奶油给它打到稍微有一点纹路就可以了。我这个状态是稍微打的有点稠了，要比我这个再打的稀一点。这个淡奶酱凉了以后，放入3克酸奶油，我没有酸奶油，放的酸奶，拌匀，然后再倒在淡奶油里，把它们混合均匀，这个8法露就做好了。你们看为什么我说我那个淡奶油稠了呢？混合的时候再搅拌一下，它又打发了，这太稠了不好往里边倒，应该稍微有点流动性。如果你做的时候也是这个糊糊太稠了，可以给它稍微再小火加热一下，一加热它就不会那么稠了。倒在模具里，而且不要搅拌太长时间，因为搅拌太久的话就容易把淡奶油打过了，这个糊糊就变得很粗糙了，影响口感。然后上面再放上蛋糕片就好了。你们看我这个蛋糕片简直了，跟打补丁似的。我这个戚风烤得太软了不好，其实我觉得还是海绵比较合适。东补一块西补一块，反正是给它填满了，然后给它盖好，放到冰箱冷藏。我是晚上做的，给它冷藏了1晚上。第2天脱模，把这个模具放在热水里泡5秒钟就可以脱模了。但是我这个不是中空模具吗？我老担心中间那个脱不下来，害怕，然后我就多泡了会儿。泡完1次以后，我就又泡了1次。我这个水还挺热的，是刚煮开的水。结果翻车了，泡大发了，焦糖都流出来了。不过顺利的把模具拿开了，不过也还好，只是表面那一层化了。然后把它擦一擦，整理一下，又给它放到冰箱里冷藏了一会儿。哎呀，崩溃啊，弄得哪都是，不要学我，5秒钟可以了。又冷藏了半小时，现在它可以见人啦。其实还是挺美的啊，就是模具不太合适，要是用戚风那种固底模具应该能更好。但是好开心，1次成功啦，虽然做的时候有点小插曲。把刀稍微加热一下再切，切的时候很好切，苹果很软，也没有散架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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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音乐好像放错了。非常的成功呀，小伙伴们！虽然步骤稍微有点繁琐，但是按照大师的配方一步一步做，完全没问题。我跟你们讲，真的非常好吃，大师的配方真的是一吃一个不吱声啊！苹果吃起来很香，它不只是焦糖香，还有奶油香，就是第一口吃下去，你感觉哇，这个苹果超香，焦糖味非常浓郁，但是也不会发苦。软软的很多汁，然后还有这个香草8法露浓郁的淡奶味和酸甜焦香的苹果搭配在一起，我靠，幸福感提升一个等级。吃下去以后我真的超开心的。美中不足，我用的这个蛋糕胚我觉得不好，太软了，软到我有点忽视它的存在了，吃不到那种口感层次上的差别了。如果你要有聚会的话，可以做一个，我感觉这个挺高级的，会被夸到爆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就这样吧，有些注意事项给大家放在最后了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！哦，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再走啊！